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美国媒体发文鼓吹美国没有衰落，这只不过是在玩弄统计口径而已。美国经济到底怎么样？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话题啊。从美国政府到美国民间都知道美国出大问题了。但是拜登呢，已经宣布要参加2024年的大选，民主党控制的媒体自然就要用执政成绩来为他宣传造势。5月3号，美国经济学人网站呢发表文章，说美国其实呢没有那么差，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、最具有生产力、最具创新性的大经济体，能够让其他的国家灰飞烟灭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，经济学人呢给出了一堆数字，比如说1990年美国 GDP 占世界 25%， 现在还是 25%。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话呢，今天美国 GDP 占西方7国的 51%， 高于1990年的 43%。199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西欧高出 24%， 今天呢高出 30%。同样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美国的劳动生产力增长了 67%， 而欧洲才增长了 55%， 日本呢增长了 51%。另外在过去10年，美国的研发支出占 GDP 的 3.5%， 远远领先于大多数国家。34%的美国人完成了高等教育，仅次于新加坡等等。经济学人给出的数字都是靠谱的，但是其中有很多花样，比如说穿插使用不一样的统计口径。25%这个数字是官方汇率计算的，51%换成购买力平价等等。但这样的障眼法并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。早在新冠疫情期间呢，人们就发现美国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地位一直在上升，这并不是个短暂的现象，因为从冷战结束到现在，美国不断的制造事端，打压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。仅仅是针对欧洲，美国就先后发起了波黑战争、南斯拉夫战争，在欧洲旁边挑动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，导致大量的难民呢涌入欧洲，破坏欧洲的经济稳定。目前正打得火热的乌克兰战争也在起着危害欧洲的作用。日本呢，同样遭到美国的打压，特别是美国强迫日本不许抢先发展数字化技术，让日本错过了战略性的机遇。在这些干扰和破坏之下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地位肯定要相对的下降。但是中国却是美国很难干扰和打压的，这也是美国对中国如此恨之入骨的根本原因。2022年中国的 GDP 在全球占比为 19%， 还是不如美国，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，中国早就超过美国了。在2021年，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 GDP， 中国全球占比是 18.6%， 而美国呢只有 15.7%。经济学人却只字不提这个统计数字，而且中国 GDP 当中的第一、第二产业的占比很大，第三产业比较健康。美国的第三产业占比远远超过一二产业，而且金融、法律服务这一类的 GDP 的比例过高，其中有很多是为投机交易服务的。如果把这些部分刨除，美国的 GDP 那就更低了。美国所恐慌的是被中国超越，而且这是美国政府用尽伎俩也没有能够阻止的。中国的崛起不会影响美国的合法的主权，但是会打破美国的军事霸权、科技霸权和美元霸权，这让美国看起来是有点差了。至于美国的高等教育，接受过的人都知道，它的本科部分水平是很低的，到了研究生教育阶段才能看到部分顶尖高校的水平领先世界，而这些领先是靠大量的外国留学生支撑起来的，所以 34% 高等教育比例这个数字意义不大。真正麻烦的事情呢，不是总体数字，而是财富的分配。中国古人早就提出过民不患寡而患不均，美国的社会不公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，连经济学人自己都承认，在西方7国内部，美国的社会也是最不公平的。美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超级富豪，虽然俄克拉荷马州的卡车司机比葡萄牙的医生赚得多，但美国的预期寿命是77岁，比其他富裕国家短5年。有学者指出我们在乎富人能买得起更多更大的超级游艇吗？尽管欧洲在经济上落后于美国，但欧洲人享受着更高的生活质量。所以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请来的2位专家认为，美国社会一团糟，我们经历了一个悲惨的政治时代，社会结构正在以1000种方式磨损，这种磨损加剧了许多人对美国正在衰落的感觉。一个社会的发展要让多数人从中得到好处，并且让人们有安全感、公平感和信心。
而这个恰恰是目前美国社会所无法提供的。所以，不管经济学人这样的吹鼓手如何罗列和玩弄数字，美国的衰落是无法阻止的现在进行时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。